2002年上映的蜘蛛侠是史上第一部电影版蜘蛛侠，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。如今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整整21个年头，当中的演员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现在我就来为大家揭秘：一、彼得·帕克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，后因为被一只变异蜘蛛给咬到，从而获得超能力，成为了蜘蛛侠。可尽管表面上是万人敬仰的超级英雄，背地里却还是那个平凡的彼得·帕克。他得意过，落魄过，放弃过，黑化过。可以说这一版的彼得·帕克的形象刻画是最深入人心的。在托比3部曲中，也诞生了许多蜘蛛侠的名场面。My back! Oh, my back! 因此直到今天，托比版蜘蛛侠仍然是3代蜘蛛侠中最知名和最被认可的。戏外的托比原本只是一个3线演员，在出演完蜘蛛侠一角后也成功爆火，一举拿下最受青少年选择奖和土星奖最佳男主角，并相继出演了众多电影。如今的他已经48岁，但仍旧从事着自己的演艺事业。2. 玛丽简，彼得·帕克的青梅竹马，和彼得互相暗恋，不过这个版本的 MJ 更像是一个推动剧情的工具人，感情方面也不专一，因此也被很多人称作是最渣的一版 MJ。戏外的克斯汀是童星出身，3岁的他就开始接拍大量的商业广告，7岁就进军大荧幕，在出演 MJ 这一角色前就已经是一位较知名的演员了。而蜘蛛侠电影上映后，也是将克斯汀的知名度再度提高了一个档次，从此片约不断。今年41岁的他，目前正在扮演母亲这一角色，身材也有了一些发福，所以近2年都没有作品产出。3. 哈利，彼得·帕克的好朋友，没有因为自己富裕的家庭就看不起彼得，原本他们应该是一辈子的朋友，只可惜哈利的父亲是绿魔，后面又以为是蜘蛛侠害死了自己父亲，因而黑化成为2代绿魔，最后才幡然醒悟，为彼得挡刀而死。戏外的詹姆斯在出演蜘蛛侠前还只是一个刚出道几年的新人演员，在出演完哈利后也是广为大众熟知，他凭借那精湛的演技也是征服了许多观众，在许多好莱坞大片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如今的他已经45岁，也从当初的帅小伙变成了现在的成熟大叔。4. 梅婶一直把彼得当作亲儿子对待，十分的温暖慈爱，经常对彼得的情感和道德方面进行指导，是蜘蛛侠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。 It's like a poison. It can take you over. Before you know it, turn us into something ugly. 梅姨的扮演者罗斯玛丽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学院，可以说底子是非常硬了，一生中也是出演了许多作品。如今的她已经96岁高龄，一般人能够有这么长寿命都很不容易了，加上她还偶尔会接拍一些影视作品，只能说她的身体真的硬朗。5. 本书，彼得·帕克的养父对彼得也是如亲儿子一般，还时常给他讲人生的道理。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. 后来被凶恶的劫匪给枪杀，这件事也成为了彼得抹不去的伤痛。戏外的他演艺生涯也是非常丰富，并在1969年斩获第41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项。后来到了1977年，被卷入了哥伦比亚公司的贪污丑闻案。尽管他是被冤枉的，但还是受到了牵连，被停止了一切演艺活动，直到90年代才东山再起。1923年出生的他，于2011年在医院病逝，享年88岁。6. 诺曼·奥斯本，他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和商人。然而在一次实验中，他接触了不稳定药物，进而使他身体发生了变异，思想也变得十分疯狂，从而成为了绿魔。戏外的威廉·达福也是科班出身，在大学未毕业，他就加入了巡演剧团，在世界各地参加巡回演出。这段经历也使他锻炼出了精湛的演技，奠定了他之后出演电影的基础。而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天赋与努力并存的演员。自从1980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以来，一直都有电影产出，甚至今年他已经78岁，但仍然积极参演着各类电影。7. 奥托·奥克塔维斯，他原本是一位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，但在一次科学实验中，他的机械臂意外发生故障，使得他的思想反而被机械臂给控制，从而变得非常邪恶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章鱼博士。戏外饰演章鱼博士的莫里娜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，一路来也是片约不断，尤其是在出演完蜘蛛侠后，知名度大大提高，每年的档期都排得非常满。如今70岁的他也依旧活跃在一线。8. 弗林特·马克，即杀人，蜘蛛侠的著名反派之一。原本的他也是一个好人，但因为要帮重病的女儿筹集手术费，于是打起了抢劫的歪心思，之后在逃跑的过程中手枪走火误杀了本书，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愧疚，毕竟他的本意是谋财而非害命。几年后，弗林特越狱逃跑，在逃脱警方追捕的过程中跳进了一个沙坑，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型实验装置，于是弗林特就此成为了杀人。
饰演杀人的托马斯也是一位资历丰富的老前辈，曾多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。今年的他已经63岁，岁月在他的脸上也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9. 艾迪·布洛克和彼得一样，同样是为《号角日报》工作的摄影师，因为伪造蜘蛛侠照片而被彼得给揭穿，因此艾迪就认为是彼得毁了自己的生活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发现了彼得就是蜘蛛侠，并和毒液共生，从此对彼得展开报复。饰演艾迪的格雷斯和电影中的艾迪很像，起初的事业并不坦荡，直到遇见了毒液，事业才达到了巅峰，并在后续出演了《铁血战士》《星际穿越》等知名电影。如今的他才45岁，正值壮年，前途还是非常广阔的。10. J. 乔纳·詹姆斯，他是《号角日报》的主编，经常在报纸上对蜘蛛侠发表攻击性的文章，并且在各种新闻电视台都能听到他对蜘蛛侠的批判。可尽管他对蜘蛛侠有着强烈的敌意，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。Spider-Man was a hero. I just couldn't see it. 饰演 JJJ 的 J.K. 西蒙斯在蜘蛛侠上映后知名度也得到了大大提高，并且由于这一角色太过经典，以至于在后续的蜘蛛侠作品中都会请他来继续扮演这一角色。除了蜘蛛侠外，他也出演了众多其他电影，并且由于他所饰演的大多是配角，工作内容比较轻松，所以即便今年他已经78岁，我们仍能在许多影视作品中看见他的身影或听见他的声音。11. 报社女助理，因为彼得的才华和颜值而对他产生好感，其饰演者伊丽莎白·班克斯也因为这一角色被大众熟知，后续出演了一系列知名影视作品，如《饥饿游戏》《摩登家庭》等。如今49岁的他，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导演制片上。12. 房东女儿，一直暗恋着彼得，但没有说出口，但说是暗恋，可却明显的法海都能察觉，不知道彼得是真的榆木脑袋，还是说对他没感觉，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其饰演者马吉娜托瓦因为这一角色知名度大增，出演了众多影视作品，但大多是非主要角色。如今44岁的他保养的还算不错，没有衰老的特别明显。13. 房东，人非常好，即便彼得一直拖欠房租，也只是口头催促。Rent? 有人朝他发脾气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对方有什么难处。He is a good boy. He must be in some kind of trouble. 其饰演者艾利亚·巴斯金今年已经73岁，并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。那以上就是托比版蜘蛛侠系列演员的变化，其中哪位演员的变化最令你吃惊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